一州治所之内，米店关张停队，民人连有饥色，这说明什么？温州缺粮。我问的是，为何缺粮？民间的粮都让官府征走了。台州之事，你也算是亲历者。先征后粮，田土兼并，这是何等恶政！可你见到有米店关张停队吗？也是，便是台州，民间也还是有粮的。可温州这里，不仅民间没有粮，连官仓也只有500户存粮。难不成这些粮食长了翅膀自己飞走了？不能飞啊！是啊，是啊，这手脚是7日之前做的，在没有拿到你的亲笔回旨之前，他们敢将这些粮运出温州吗？断然是不敢的。那拿到回执之后，敢运了，但运得出去吗？运不出去。连日大雨，水路断绝，再加上海风肆虐，军粮都运不过来，他们自然也运不出去啊。粮食还在温州，会藏在哪儿呢？粮食受了朝会霉变，因此存粮的地方必须干燥通风，而且不能有虫害和老鼠。这么多粮食，寻常的米店粮仓根本存放不下。温州左近能存下这么多粮食的所在，有2处，一处是官府的昌平仓，另一处博弈坞的战仓。正是。子谦，辛苦一趟，走一遭玉环山水寨。水师罗胜，我要借兵。九郎军想借用多少兵马？郎君想调用水师步战都。什么人？这许多间店铺仓储，怕是要等明日天亮了再来搜检。等不到明日了。提取方在哪？那边。带路。走。原来是老相识啊！尔等竟敢趁夜进来博弈坞，无也不是中原。若不得尔等匹夫，肆意妄为。全知温州欧阳公在此，尔等谁敢无礼？欧阳宽和王翦到了，请他们2人进来。传九郎君军命，请欧阳明府与王县令入内叙话。2位贵官，
九郎君在内候着二位。九郎君，这什么意思？欧阳宽，你这是与我说话呢？下官温州知州欧阳宽，见过司空。跪下。本官是吴越的知州，不是你九郎家的奴婢。司空是国家宗子，何以无故折辱大臣？郎君，他毕竟是亡命奉主的封疆之臣。那这样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，你若如实回答，今夜或可免你一死。程昭月给了你多少钱？本官听不懂司空在说些什么。那你知道吗？也不知道。崔继义，下官在。那就去山岳社专处去看一看。诺。拉开！冒这么大的风险，弄了这许多粮食，便是撑破肚皮，你自家也吃不下吧？那自然要拿出去卖了。这吴越国中，能买得起这许多粮食的买家，确实也不多。温州博弈物里，这样的买家，就只有一家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底拿了多少钱财，值得把自家性命都搭进去？郎君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都找到了。司空，下官交代，下官都交代。没机会了，拖出去，行军法，斩！司空，下官都交代。司空，本官是司空，你不能杀了本官，司空。自永德江入青田溪，经西溪漂西长溪，在宁德登岸装车，直送军前。务必在本月初9日前拿到提举公事司神管沟的会旨。若误了日子，郎君军法森严，仔细你的脑袋。是。郎君，不只有7万8千斛官粮，在山岳社的战仓里，还堆放着4个县米行收来的私粮，约有12万1236斛，够整个东南行营4万大军吃上半年有余。将士们是够吃了，可这里的人呢？没了这20万斛粮米，王兄又靠什么去料理台州的烂摊子？事情
总要一桩一桩的去做，千头万绪，总要有个轻重缓急。是，总还是要做事的。我这便以东南行营关军容使的名义出个札子，由子谦兄全提点温州军府公事。今日，你便接管温州州署。郎君，下官不过是县里学官的底子，一州之政繁难重挫，恐非下官所能胜任啊。其一，这只是权宜之计。我这个关军容使，无权越过相府和行营任用州官。待得与王都通了道路信息，他们自然会选新的知州过来。其二，如今前方在交战，温州乃是6州都转运司所在啊，不能没有总揽州政之人。其三，本地的官我信不过。我信得过的，王兄和相府信得过的，皆不在此处。相较之下，我宁愿信你。有2件事，你要牢记。第一，我不管你爱不爱钱，都不许于此时此处伸手。第二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，或者我也不管你有没有法子，温州4县之内，绝不许饿死一人。否则，我能砍掉一个知州的脑袋，你的脑袋，我想砍就能砍。下官定不负郎君所托。不请王命，擅杀知州，这九郎的胆子何时变得如此大了？事急从权罢了。不杀欧阳宽，何以震慑温州上下官吏僚族啊？倘若这些人在背后弄鬼作妖，行营这3、4万大军，不用接战，就已经军心浮动了，那这一仗也就不用打了。等打完了仗，这些事情自有大王和相公们善后。眼下这情形，福州城内外这根弦，怕是绷得差不多了。军师已足，迟则生变，当战则战。御史台的。各州县受灾的情形不一，臣与正臣相公粗粗筹算了一番，来年至少有21个县要捐免钱粮，加上今岁兴大兵之耗费，明年的预算从账面上怕是不大好看。九郎君自永嘉盐场给相府来了2封书信，请留粮米5万斛，以解温州诸县粮荒。臣与明远商议了一番，算上先前6州都转运司运往东南行营的粮草，军中已有将近1岁之粮，军食充盈。九郎君之请，可以允之。
都是参合九郎、跋扈、专权擅杀的，意义吧。其实时机紧急，东南行营大军断粮在即，九南军夺知州之权，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。事关军务，还是得听一听养公和水秋公的说法。只是欧阳宽毕竟是大王亲授的一番治民官，便是东南行营的2位帅臣，不请王教，亦不得加以行诛。九南军此举，确有擅权之嫌呐。那是一州知州啊，不请教命，不经司法，说杀便杀。就是老王开国以来，何曾有过如此恣意跋扈的王子啊？如今不是有一个了？儿子，我是想不通，九郎君自幼便有顽劣之名，荒唐胡闹有份，从来与朝堂政事无干。此番从征，挂了一个官军容使的名分，也不过是想借助他的宗室之身，望日后遥领外郡，有个名义上的凭借。何尝有让他恣意逞张、拳打脚踢的意思？他再如此妄为无度，落在中书相公的眼里，无非是跋扈2字罢了。可要是落在大王的眼睛里，却是天大的忌讳。这种明白浅显的道理，这位九郎难道他不懂吗？你懂吗？啊？你懂道理吗？你说的那些道理，都是死一人的道理，顶多也就是灭一家的道理。这是打仗，傻儿子，不是死一人一家，灭一门一族，死万人灭百族，亡一国的买卖。这是打仗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。连日大雨，河道水患，粮秣断绝，数万大军孤悬敌境，随时有覆灭之危。要凑出20万斛粮食运抵军前，地方官不准提调，千言掣肘，哪有那许多时间慢吞吞打笔墨官司？军国大事当前，万事皆得从权。国公也是老军务了，这样的道理，难道不懂？吴正臣，老夫何尝说过九南军不该权宜？老夫要说的是，他不该擅自杀人呐。那往后帅臣们一个个有样学样，每逢出征便杀几个蜘蛛县令来祭旗，那这天下还要法度何用？再有，大王，以都转运司纪一文字掌一州之政，臣亦以为不妥。数县的钱粮刑狱、官吏咸鱼、民生政务，岂是一个小小的纪一文字所能为之？朝廷用人，任官有法度，有臣吏，还有故事，岂得任意胡为啊？明远以为呢？欧阳宽之事，东南行营也好，九郎军也罢，尚无详实禀奏，其中内情尚不明白。臣此刻胸中亦无评断。不过国公方才有一句话，说的却是对的：知州之任，非借机宜堪以承当。大军征战可以权宜，
然则朝廷用人任官，温州乃6州专营司所在，干系东南行营良资供给，如何权益不得？郑成功，九郎军任济夷为知州，乃是因大禹城在道路不通，与中书音讯隔绝之故，虽然不妥当，却是非常之时的不得已之为。如今雨停了，粮道也通了，人事全选，还是要依法度，守成例，循故事。大王，此事绝非寻常权政。如今大战方汉，大军粮秣调转，事务繁剧，全在九郎一人肩上。若是罢了崔某的知州，就等于当众打了九郎军的脸面。臣恐温州上下官佐闻知此事，会以为朝廷失了对九郎的信任，会更加蛮汉欺上，阳奉阴违。若是误了东南行营的良资，是要出大事的。明远以为吴相公说的有道理吗？郑成功所言极是，故臣以为，当明法教民，罢崔某，全提点温州军府使差遣，擢为临海令，仍留任都转运司，记忆文字。待战事终了，再赴台州履任。此外，擅责守臣，全知温州，兼领6州都转运司副使之职。新任温州知州无论是谁，话都要提前说明白。温州此事最大的政务，便是军务。温州与东南行营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这才是真正的治国之言。诸公所言，皆是正理，都是谋国之言。便依袁学士所奏。谢大王，臣奉教。8品升7品，恭喜子谦了。临海市富国县，不是7品，是6品。哦，全赖郎君提拔，人纪当竭力报效。那更要恭喜了，只是眼下，你还走不得。下官自然行得。长乐府那边战事方悍，转运司这里事务纷繁，千头万绪。崔某纵是再不成人，也不能于此时弃郎君而去。说来惭愧，下官读了这些年圣贤书，临到办事才知道，伐国不与谋书生。在郎君幕府这些日子里，于治政用事，实在不及沈兄于万一，却侥幸得了这样一个大便宜，越过了沈兄去。人纪心里有些不安啊。倒也不必不安，沈兄是国士，他不在意这些。谢郎君。这就是就这么干看着，真不去帮忙，操什么心？我就没做事。卢远珠，你
若再不上阵，我便一剑剐了你！管公，您就是把我们这些人都碎剐了，小人们也不敢违了都头的将令。临行之时，都头交代的明白，小人们的这趟差遣就是保护管沟的安全。您身上但凡掉了一根毫毛，哎呀，我们这些人脑袋都得跟着搬家呀！听你家都头的，管个屁用！听他的，这一战能打得赢吗？你没看见我们的水师叫贼人堵在了滩头吗？敌人全都披了甲，我们的人都没披甲，要上了岸才能披。水师若是上不得岸，这一战怎么打都是输。一旦水师上了岸，我们才胜券在握。带着你的人往那里冲，只要引得敌人的甲士回兵，我便记你一大功。哎呀，不是我们不想打呀，立战功谁不想呀？但是违了都头的将令，一家老小的性命都没了，天大的功劳也没处消遣去，是吧？尔等若是再不上阵，我即刻自降。本官的命没了，尔等的命和一家老小的命也全都难保，还不快去！管公，你不要逼我们，绑了！真当本官不敢吗？尔等若是对本官无礼，本官便嚼了舌头给尔等看。此刻若是上阵者，无论有无杀敌，本官皆按2颗手机给尔等上报军功。胆敢怯战者，砍了头颅，挂到辕门之外，一家老小皆发配与虚名为奴。小二马三，好，保护好管公。周慎都，到，随我击敌。是。哎呀，我不用你们管，你们快去，快去呀！哎呀，别去了，走吧。王兄，杨太尉和水秋公自长乐府发回了捷报，白霞堡大捷还附了秦公的名册。九郎，确实九郎。他不是在永嘉盐场吗？何时跑去阵前了？九郎一直在永嘉盐场，并未曾去得阵前。那这斩首70级，如何来的？依着阿翁时候定下的规矩，一都兵士若是斩首10级，则都头的军功折半计算。九郎虽未曾去的阵前，却兼着忠顺都的都头，即使报了斩首70级，便是忠顺都斩首140级的意思。这军功啊，未免也来得忒容易了些。其实大家都明白，说是军功，却是军中的诸将抬举九郎，当不得真。不过，这话说回来了，军中诸将肯分润功劳给他，可见九郎这段日子做得不差。否则，这些囚霸都是厮杀汉子，功劳都是拿身体和性命换来的，干练着官爵和赏钱。他若是不待见你，管你是九郎还是十郎，1分功劳都未必肯分于你。温州、知州的人选议定了没有？吴相公和袁大参见了同一人，但国公那边却有些异议，一时争执不下。他们见的谁啊？沈温琪。